本期话题：太监有忠也有奸。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身边都少不了太监。这些太监呢，有的贴心，有的放心，有的听话，有的好使。就算再能干的皇帝，恐怕也离不了这些太监的帮忙。那么太监这一群体呢，今天是早就没有了。我们想了解他们，就得看书，看一些影视剧。结果这么一看呢，发现呢，这群体不得了啊！文能干涉国政，武能打遍天下无敌手。说太监有这么神奇吗？说太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有人说太监被阉割了，心理变态，所以坏蛋比较多。那咱今天就说说太监里头好人坏人哪样多，怎么区别，历史上都有一些什么有意思关于太监奇葩的故事。首先呢，咱们得说说太监这个奇葩群体究竟是怎么出现的。最早的太监呢，它是来源于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。因为这个男性生殖器官呢，是父系氏族公社权力体系的象征，所以部落之间的这个互相仇恨呢，一旦出现了战俘，就先把战俘的这个男性生殖器官割掉，来表示把对方彻底征服了。到后来到了封建社会，有了后宫，就发现这些被阉割了的战俘真好用，不用担心呢他们给皇上戴绿帽子，而且呢这些男性还有力气干活，比宫女还强，还能保证皇族血统纯正。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人他也没家人了，没儿女了，不用像宫女似的到了岁数大了还得放出去婚配，可以从一而终的伺候自个儿。甚至呢有特别极端的，有的皇帝觉得太监太好用了，干脆就整出个太监王朝。这说的是公元10世纪的时候，就五代十国乱哄哄的时候，南方有个小朝廷，在现代的广东广西一带，历史上管它叫南汉。最后的亡国皇帝呢叫刘昶。这个人呢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，他认为一般人呢都有妻儿老小，既然有妻儿老小就有私心，就不能无私奉献给皇上。而太监呢一个人，所以只有太监最无私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而且呢他没了洋务啊，就没了雄风，就没了野心，就一定能死命效力。所以这刘昶居然下了一纸文件，要求呢凡是朝廷任用的人，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啊，一律要阉割，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能当官。所以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就这么诞生了。那结果这种违背人性，那最后可想而知的。那么说统治者觉得太监被阉割了，被臣服了，就能为自己效忠，可能吗？大伙都知道，几乎历朝历代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有名的坏太监，祸乱朝纲的，残害忠臣的，甚至杀皇帝的，这野心也没小多少。什么的大太监刘瑾啦、魏忠贤啦，等等等等。那历史上最疯狂的太监，他杀了2个皇帝，害死1个准皇帝。就这2下子，一般人可都比不了。这个被称作史上最疯狂太监的呢，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宗爱。这个宗爱呢，当上太监是因为犯罪被处以宫刑，送到宫里当太监。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个宗爱进了宫以后呢，因为干活麻利，脑子还灵活，长相也挺骗人，看起来特别忠厚老实，所以上上下下都喜欢他。很快呢，他就被分配到当朝的太子拓跋晃身边服侍。这个拓跋晃作为太子，他很精明，就觉得这个太监你看着面带忠厚，但眼神有股邪劲，没看上他，把他贬为低级太监了。这个宗爱呢特别会来事儿，作为低级太监呢，他也把上下打点的很好，所以很快机会就来了。就太子他爸爸当朝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外出打猎，要带一大波太监，主管太监呢就把宗爱给安排上了，给他不少露脸机会。这拓跋焘就觉得这太监不错，你看长得忠厚老实，而且呢这人还不木讷，挺机灵，办事挺周到，就把他破格提拔到自个儿身边。这一下子宗爱翻身了。翻身是翻身，他居安思危，他琢磨，他想得很长远。他说我现在把拓跋焘给哄住了，那以后呢，拓跋焘死了之后呢，不还得是太子拓跋晃当皇帝吗？他那么看不上我，那说不定我命都没了。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怎么个先下手为强呢？太子拓跋晃有2个心腹大臣，这2个人呢在朝廷上是太子的左膀右臂，他就先朝这2人下手。他给皇上拓跋焘递小话，说我曾经在太子身边伺候过，
哎，这俩人啊，这个思想很反动，总鼓动太子。我看太子跟他俩早晚都得学坏，甚至琢磨早点当皇上，影响你们父子感情。他还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证据。这拓跋焘信任钟爱呀，再加上历朝历代哪个皇上不忌讳太子想提前登基呀？所以拓跋焘一生气，就把太子身边这2个大臣给斩首了。那这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，你就收拾他俩不够啊！这条不轨的官员线是越扯越多，皇上也觉得得斩草除根，就停不下来了。那么在宗爱的怂恿下呢，太子身边的官员是越杀越多，最后太子也害怕了，他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怎么都奔着我这边来了，我身边人一个接一个死啊！这太子就开始心思重上，最后忧虑成疾，没多久病的一命呜呼了。这事可以说宗爱是间接凶手，一个准皇帝就被他这么害死了。但他没完，没几年呢，这拓跋焘岁数越来越大了。这人岁数一大呀，就特别容易念旧。一想自己从小就把这个儿子立成太子了，怎么就死了呢？而且自个儿杀了这么多他身边的人，这就是造成太子死的直接原因呢。这拓跋焘就整天长吁短叹，借酒浇愁，就后悔呀，说当初证据也不足，我怎么就那么狠心呢？生生把自个儿子都逼死了。他这一后悔不要紧，把这宗爱吓出一身冷汗。哎，这时候他是主谋啊。这拓跋焘一后悔，在那自个儿出气，我这小命可不保了。怎么办呢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于是呢，在公元452年年初，拓跋焘出去打猎散心的时候，喝了不少酒，回来又累又醉，躺那儿不省人事，睡过去了。宗爱这时候已经是贴身太监了，还是总管级别的，别的太监都给他管，他就把其他太监支出去了，就留一个最心腹的太监，两人一起拿枕头盖在拓跋焘脸上使劲压，把他活活给闷死了。接着呢，他又收买恐吓一名御医，给皇帝死因下鉴定书，说劳累过度，心力衰竭，酒后暴毙。拓跋焘死的时候才45，所以这是宗爱作为一个大太监杀的第一个皇帝。那拓跋焘死了，谁接替皇位呢？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有2个，一个是太子的儿子，一个是拓跋焘的3儿子。可这俩人宗爱都不喜欢。太子儿子不用说了，自个儿是他的杀父仇人呢，这谁都知道。拓跋焘的3儿子呢，虽然不知道自个儿的爹也是宗爱杀的，但是他和他哥哥太子一样，都太精明了，看不上宗爱。想来想去呢，他就相中了拓跋焘的第6儿子拓跋余。小孩不大，好糊弄，跟自个儿关系挺好，所以他就封锁了拓跋焘的死信，然后假传皇后诏令，召集大臣到宫中开会。他同时埋伏了30多个太监，一对一把这些大臣都给抓起来，挨个问口供。谁要是反对自己，就当场给咔嚓了。包括拓跋焘的3儿子全给杀了，剩下的放过去。这么拓跋余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帝了。而宗爱呢，作为辅佐皇帝的功臣，被封了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等等等等一大堆名号。这拓跋余虽然小呢，但他也不是屁事不懂。一个太监把持朝政，自己就是个傀儡皇帝，这事他也觉得不乐意。再加上他身边有人偷偷摸摸劝他，说宗爱都快成赵高了，你难道想当前2世吗？这拓跋余就起了杀心了，偷偷召集一些心腹商议怎么要收拾这宗爱。但咱们说宗爱在宫里经营多少年了，拓跋余哪比得上他时间长？包括拓跋余身边都有宗爱安插自己人，这事他能不知道吗？你想杀我，那我就再来个先下手为强吧。趁着一次拓跋余出去祭祀的时候，宗爱就派几个太监把他刺死了。拓跋余就当了7个月皇帝，这是宗爱杀的第2个皇帝。那下边谁当皇帝呢？宗爱也没主意了。那剩下的皇帝人选呢，跟他都不太好。但是你连着杀了2个皇帝，一个准皇帝，还杀这么多大臣，那大臣也不干呢。再这么下去，这还是拓跋家天下吗？那宗爱的手在宫里，宫外他的势力呢，他没那么大，所以大臣们就有机会商议了。最后突然发动政变，绑了宗爱，一边拥立呢拓跋焘的孙子呢当上北魏第4任皇帝，就历史上的文成帝。文成帝上台后呢，就把宗爱和他心腹呢斩首示众，灭了9族。这样呢，一场太监闹剧才算彻底落幕。所以咱们看呢，太监心术不正，皇帝又不那么精明，后果呢真是可怕，根本就防不胜防。所以说这太监呢太可怕了，心理变态，还掌握权力。那有没有好太监？其实好太监也挺多。你比方说3宝太监郑和，
下西洋那个发明纸的那蔡伦等等等等。只不过好太监不太容易出名，显得少。你要不干点轰轰烈烈的事儿，大家都看不着。大清时候就有个烈士太监叫寇连才，这个人绝对是个好太监。这寇连才因为家里穷呢，15岁自己就净了身进宫当太监。因为梳头梳得好，还聪明谨慎，做事仔细，慈禧特别喜欢，很快把他当成心腹了。而且寇连才他有文化，识文断字。这时候慈禧呢交给他一个大任务，干啥呢？让他伺候光绪皇帝。咱们都知道光绪皇帝呢只是个傀儡，真正当权的呢是慈禧太后，所以派心腹寇连才伺候光绪，表面上伺候，实际上是监视。但是这个寇连才呢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觉得皇帝才是一国之君，你太后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他很同情光绪皇帝的遭遇，背地里帮了光绪不少忙。后来慈禧做主，清政府呢和日本政府呢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。按理说这个事跟一个太监也没啥关系，可是寇连才呢特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。在光绪22年，这是1896年2月初10的早晨，他跪在慈禧的床前痛哭流涕，把睡得正香慈禧生生给哭醒了。慈禧可气坏了，说寇连才一大早你干啥呀？你哭什么丧啊？寇连才也没害怕，流着眼泪哀求慈禧，说国家现在很危险了，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打算，也该给自己想想，你怎么还能只现在这么危险局面不顾呢？你不怕发生变乱吗？结果把慈禧气的，就发生变乱，你一个太监管什么管呢？你是不是精神病啊？因为平时慈禧挺喜欢寇连才，这时候也没为难的，把他一顿臭骂给撵出去了。这寇连才要一般情况下这时候悬崖勒马也就拉倒了，慈禧对他也挺宽容，但是寇连才没有，他确实是有责任心。他被撵出去之后呢，跟总管太监请了5天假，回了趟老家，跟自己亲人挨个道别。回宫之后呢，他把自己平常攒的钱呢都分给了跟自己交好的小太监。这时候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。到2月15这天，他给慈禧交了一份奏折。这个奏折呢一共有10条内容，包括什么呢？慈禧太后，您不要在宫里再演戏了啊！再请谭鑫培这些人来唱戏，这不行。这等于是不务正业。第二个呢，把颐和园废了，别花银子修颐和园了。第三个呢，你赶紧的回到宫里多办事，别在外边园子待着。下边你像别再修铁路了，把李鸿章革职了，续修战备，续修北洋舰队，再跟日本战的等等等等。你别说这一个太监真挺有见识，这奏折里这10件事啊，条条切中实弊，都是当时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。那么这一份奏折递上去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刚开始慈禧也怀疑，一个小太监哪来这么多想法，说背后有大臣指使你啊。寇连才一口咬定就是我自个儿干的，而且一字一句把这奏折背得一点都不差。这下慈禧才彻底火了啊！就是你自己好，内奸严氏者斩，内奸干预朝政者斩，而且你还私通宫外，泄露宫内事，种种罪名，下令把寇连才送交刑部，立即正法。他2月15号上的这折子，到2月17，寇连才就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处决。临行前，这个才18岁的小太监特别镇定，整理好衣服，朝宫殿拜了9拜，又向远方父母磕了仨头。磕一个头我算尽了孝，磕2个头我算尽了忠。我对家乡磕3个头，对父母我既算尽孝又算尽忠。他还留下一句话，如此足千古也，就我可以名垂千古了。他死了之后举国震动，光绪皇帝痛哭流涕，一连几天都不吃不喝。梁启超还特意为他写了一篇叫《烈宦寇连才传》。烈宦什么意思啊？就烈士太监，称他是烈士啊，义烈宦官。所以咱们看呢，其实太监这个群体跟其他群体都一样，阉割也没给这个群体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和普通人一样，是一群有好有坏的这么一伙人。实际说到底呢，太监就是权力博弈的一个文化符号，它的起源就是阉割情节。只有阉割对方，对方才能对自己绝对臣服，成为绝对奴才。而历朝历代的太监都证明了，阉割和绝对臣服根本画不上等号，这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可是这个病态的一厢情愿，从古至今折磨了多少可怜人呢？我元朝划分的社会等级啊，
分成1官2吏3僧4道5役6功7将8娼9儒10丐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官员在社会生活当中拥有优越的地位，一直向来如此。当了官呢，就能提升社会地位，带来权力和财富，这样的好处让人们趋之若鹜。其实这点呢，从古及今应该说道理都差不多。于是就有人呢一门心思钻研当官，就成了官迷。可这官迷呀也不好当，因为有些官迷呀，他不是因为能力差，也不是没才华，也不是没决心，就是总当不了大官。而且一旦当了大官，马上就出事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迷恋这个当官的权力背后那些个附加值。所以说当官啊，你要是个官迷，你一定得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当官。如果你要没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很可能你在当了官过程当中就容易出事，或者压根你就当不了官。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官迷都有哪些禁忌。第一个禁忌呢，是忌讳特别迷恋地位。你比如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，越是缺失什么，成年后越是渴望得到什么。出身低的人呢，当官就是为能提高身份，但往往就在于提高身份之后啊，乐不可支，做出一些狂妄自大的事，最终就毁到这事上。诗仙李白就这样。在《新唐书》里记载，李白祖先在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。后世有学者研究说，李白他爸爸呀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北边城的，所以他爸的文化水平很高。在武则天执政后期呢，李白那时候出生在碎叶城，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境内。李白5岁那年呢，他爸爸带着一家人呢迁到四川定居，以经商为生。幼年的李白呢，在父亲影响下呢，衣食无忧，饱读诗书。虽然家境很富裕，但是在唐朝呢，生意人呢没什么社会地位，加上祖辈又是流放犯，可想而知是不会受人尊重。所以李白从小就有个愿望，他要当官。但是商人的孩子在唐朝时候呢，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，只能呢被一些名人推荐。于是25岁的时候呢，李白呢带着他爸爸给他一大笔钱，离开老家了，出去游历去了。第一站呢就到了终南山。说要当官你进山干嘛呢？这山可不是普通的山。李渊呢唐高祖称帝之后呢，就把道家祖师爷老子李耳呢看作是这个李姓的祖先，就在京城附近终南山呢建立一座老君庙，供大伙参拜。那么这里边景色很优美，皇帝和大臣呢经常到这避暑，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想当官的人呢，就假装到这隐居，以便呢跟官员们往来，从而当官。这个咱们以前老梁同时讲过，管这叫终南捷径。李白呢也到终南山隐居，但是他当官心切，隐居没2天就等不到举荐，就不耐烦了，就开始去山东。去山东干嘛呢？他找孔子的第37世孙叫孔朝甫。孔朝甫是唐代重臣，他的政治基础很深厚。李白就想呢巴结巴结孔朝甫，看有没有机会。但没想到呢，这孔朝甫啊是真正的世外高人。这时候他回老家待着，对仕途根本就没兴趣。李白呢只能再换个人投奔。这会儿呢到了浙江，拜访了有个老道叫吴云，这次他算找对人了。跟着这吴道士没多久呢，吴道士就被叫进京城了。他看李白很有才华，就把他引荐给自己的同乡4名狂客贺知章。贺知章呢是个大官，这时候已经80岁了，是太子的门客。他写的诗大家也熟悉，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，什么碧玉妆成一树高，春风万条垂下绿丝绦，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日春风似剪刀。贺知章很有名。贺知章呢读到李白的诗《蜀道难》的时候特别惊讶，哎呀，李白呀，你不是凡人呐，你是天上贬下来的仙人呐。所以称呼李白为谪仙人，就贬下来的仙人。李白后来诗仙这个称号就此得来了。俩人都愿意喝酒，很快成了忘年交。就30多岁李白跟80岁贺知章成了忘年交。那么贺知章呢很欣赏李白才气，就把他推荐给唐玄宗。唐玄宗也很欣赏李白才华，给了他很高的礼遇。头一次见面呢，唐玄宗就从步辇上下来亲自接见他，赏赐他御宴，给他调制汤羹。不久呢，李白就被唐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，在宫中的翰林院供职。这下把李白高兴坏了，这啥待遇啊？
皇上都这么重视我，谁敢瞧不起我呀？所以这时候呢，李白特别迷恋这个官给他带来的地位，因为他原来从小到大想要的就是这个地位。他当时写了不少诗，什么归来入咸阳，谈笑皆王公啊，跟我一块聊天的都是王公大臣。什么当时笑我微贱者，却来请业为交欢。就那个时候看不起我人，现在主动来拜访我来跟我交朋友。你看把李白得意成什么样了？这不就他想要的吗？地位啊！我这么有地位，想干啥不行啊？所以在顺境当中啊，人就难免狂妄膨胀，就干出来让杨国忠磨墨，高力士脱靴这事儿。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，高力士是对泽宠的宦官。你说李白把这两位得罪有好吗？之后皇帝一要启用李白，杨贵妃就拦着。才1年多，李白想当大官的梦就破碎了。后来李白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其实那不是他品格多高洁，是他当官不成，没办法发的牢骚。所以说，首先一个，你想当官，你忌讳迷恋当官给你带来地位。第二个呢，比较忌讳呢，迷恋自己的抱负。咱说千里为官只是为官，千里为财只是为财。你当官很多人是为了施展自己才华，达到自己理想抱负。可是毕竟这天下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，你要太执着于自己抱负，你这官也当不长，也当不好。你像跟李白一样是官迷的孔夫子、孔圣人，孔子当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，要解决社会问题。那么为了解决社会问题，他就得有地位跟权利，就得有话语权和决策权，那就得当官。否则人为言轻，你的理论思想就不能被实际应用。咱们现在做官的人有两种嘛，一种是呢当官为了干事，一种是干事为了当官啊。我说这迷恋抱负的人，就是当官为了干事的人。这《论语》里边有记载，说有一回呢，子贡问他老师孔子，说如果有一块美玉，咱是把它藏起来还是卖了它？其实这打哑谜，意思是子贡问老师，一个人该隐居还是该从政？孔子回答：孤之哉，孤之哉，吾待古者也呀。就卖了吧，卖了吧，我这等着价钱往出卖呢。可见呢，孔子多想当官。为此呢，他呢也没少努力。孔子呢19岁结婚，20岁他老婆给他生一个儿子。当时呢，这个孔子呢担任呢管理粮仓的小官。鲁国的这个国王鲁昭公很赏识他，就派人送了一条大鲤，祝贺他有个儿子。孔子就因为这个给儿子取名叫孔鲤，字伯鱼。他为了讨好鲁昭公，谋得升官呢，孔子也是拼了。这个拿自己儿子这名字都当成一种这个奉承。无奈呢，这鲁昭公不中用，被3大贵族呢给撵到齐国去了。后来3大贵族之一的季家有个家臣叫杨霍，掌握了鲁国朝政。他想请孔子出来当官，孔子很鄙视杨霍，认为这个杨霍是乱臣贼子，不愿在他手底下做官。杨霍就送给孔子一头猪当礼物。按照当时的礼节，孔子必须要到杨霍家里去致谢。孔子也不想见杨霍，就专门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。结果半路上呢，巧俩人还碰上。杨霍拦住孔子就问说呀，你自己身怀本领，却任凭国家混乱，这个不能叫做仁吧？孔子说是啊，这不能叫仁义。又问他说，你想做大事，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，这不能叫做明智吧？孔子答说，也不能叫明智。杨霍接着说，岁月不等人呐，你岁数也不小了。孔子听了后呢，应承下来，答应他会去做官。但他躲着杨霍，这时候没去，一直到杨霍被赶走，鲁国的国君和3大贵族重新请孔子出仕，孔子这才正式当了官。这时候呢，他已经51了，很快呢，官至宰相。在他治理下呢，也就那么几个月吧，鲁国发生很大变化，商人也懂得公平交易，老百姓也恪守礼法，讲究孝道。这齐国一听说孔子把鲁国治理的国富民强，害怕鲁国强大了，邻居会威胁到齐国，就设计陷害，给鲁定公呢送去80个美女。这鲁定公开始沉迷美色，孔子见鲁国不能让他施展抱负，就离开鲁国了，重新寻找能让他施展才能的理想国家。于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，他多次呢也被邀请出来当官，但是总嫌弃邀请他的人是乱臣贼子，名不正言不顺。他自己也慨叹说，我怎么总碰不上明君呢？难道我就那墙上挂的苦葫芦吗？中看不中用吗？那其实如果他能变通，就可以在有生之年呢尽可能施展他的抱负，帮助更多的百姓。说孔子是特别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名不正言不顺他不出来，其实这也是做官的一大禁忌。那中唐时期的韩愈呢也是这样。
韩愈呢考中进士之后呢，按照规定呢要参加吏部的复试才能当官，但是韩愈连续3次复试都失败了。韩愈没像孔子那样抱怨自己时运不济、怀才不遇，而是向当时的宰相主动写了自荐信，但没得到回信。韩愈不死心，接二连三又写了好几封，但都没有回音。那么不能一步呢就在这个京城里当官，韩愈也没放弃。他回到地方呢，在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。几年后呢，他第4次参加吏部的这个考试，这才考中。那么当了官的韩愈呢，他有政治抱负，他想把这个老百姓治理的更好。有一回他到华山玩呢，看到关中地区大旱，灾民四处乞讨。可是当时的负责这个事儿的京兆尹李时，就京官李时，封锁消息，谎报关中粮食大丰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韩愈得知实情之后不能容忍，他立刻上奏反映情况，结果反而遭到李时的谗言，被贬下当县令。那么这个教训呢，没有让韩愈知难而退。他复职之后呢，看见唐宪宗每年迎佛骨入皇宫，到大内里边拜谒就劝唐宪宗说你这劳民伤财，你把这佛骨给烧毁了得了。唐宪宗看过奏折后气得大怒，你这侮辱我的信仰呢，就要用极刑处死韩愈。幸亏大臣极力劝谏呢，让韩愈捡条命，被皇帝贬到当时偏远落后潮州当刺史。所以韩愈后来有首诗嘛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西贬潮州路八千。本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七三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闲。知吾远来应有意，好说五谷张江边。给贬到那么老远的。那么韩愈到潮州一上任，就给皇上写了一篇表，这就后来有名的文章叫《谏佛骨表》。他检讨自己，说我太狂妄，不该对佛祖不敬，又把皇帝一顿夸，把皇帝自继位以来功绩都列举一遍。韩愈如此表忠心讨好皇上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早日官复原职，因为他只有官复原职，有了权力，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复兴儒学。所以你看，韩愈不仅自己跑官、要官、保官，还在主动结交权贵，向他们推荐后备才俊，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，弘扬儒学。所以就说你过于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，那对当官是有妨碍的。当然我们这仅仅是从做官的功利角度来判断这个事儿，它并不是完全的从一种理想角度来判断。那么如果你真想当大官的话，假如你目的就是当大官，那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往往不是一件好事。那么还有一种官迷呢，他自己的能力配不上自己野心，这个也是挺大的忌讳。就是要当官当大官，很多官员一心只求往上爬，过分痴迷于平步青云，却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那能耐，把精力都花在仕途升迁上了，而没有花在能力提升上，最终容易不仅连仕途，可能连自己命都搭进去。你看南北朝时期呢，南朝宋，这贵阳王刘修范呢起兵造反，朝廷就派萧道成为将军，率军前去平叛。大军到了新亭呢，就今天江苏南京，刘修范呢率军前来攻城。这时候守城的官一个叫张敬儿，一个叫黄回。俩人一看刘修范带的人不多，张敬儿就回禀萧道成说，贵阳王此期前来，防备不足，我等若去诈降，一定能把他拿下。这个张敬儿不是在吹牛，他原本呢就是一介武夫，原名叫张狗儿。你这名字多难听，没别的本事，有把力气，箭射得准。参军之后呢，凭借敢打敢杀呢，在战场多次孤军奋战，屡立战功，从一个无名小卒一点点升到南阳的太守。这个名字就是皇帝嫌他本名太土，什么张狗儿，给他改名叫张敬儿。那么这次平息叛乱呢，朝廷特派他和黄回来协助萧道成。这萧道成知道张敬是个官迷，就说你要能干成这个事儿我就让你当雍州刺史。张敬很高兴，按计划和黄回出了城，丢了兵器，向贵阳王投降。贵阳王刘修范信以为真，就把他俩招到身边问话。这时候黄回假装答话，说城中部队布置如何人数如何，咱怎么收拾萧道成这时候张敬儿突然夺下刘修的佩刀，斩了他的首级。那么当这个张敬儿带着人头回到这个新亭之后，萧道成不答应，说你斩了刘修范就让你当这个雍州刺史吗？萧道成反悔了，他觉得雍州下属的襄阳是重镇，他不放心交给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这个莽夫张敬儿。但张敬儿不依不摇，他有自己小聪明，他知道荆州刺史沈攸之跟萧道成不是一条心，
就说这个荆州啊和雍州挨着，大人你想想，我要做了雍州刺史，我就可以在这儿替您盯着沈攸之了。这句话说的萧道成心里了，于是就依他了。没多久呢，萧道成反叛，杀了暴虐的小皇帝。那么忠于宋氏的沈攸之果然起兵，最终被张敬儿给杀了。所以萧道成建立南齐之后呢，给张敬儿升了官。入朝为官，张敬儿也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，礼仪什么他完全不会，他就是个武夫。他每天下了朝，在家就偷偷的开始学《论语》。那么萧道成知道张敬儿特别官迷，所以临终前特意在遗诏当中为张敬儿加任了开封仪同三司，这朝廷对有功大臣最高的赏赐。按理说没文化的张敬儿应该知足，但没有，他还心有不甘，还想当大官。那么新皇齐武帝登基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张敬儿按说应该低调行事。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节骨眼上呢，他老婆做个梦，说梦见自己老公又升官了。结果这个呢，把张敬儿的野心给撩拨起来了。他也对其他人说，我还得升官，我还能当大官。这事儿传到新皇帝耳朵，想你这时候爵位官职都最高啊，你还不满足，你还想升官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要造反，把我取代了当皇帝？就这么的设下个鸿门宴，把他拿下。在处死张敬儿之前，张敬儿感慨的把官帽扔下，说了一句话，此物误我呀，就这官衔把我耽误了。由此可见，当官的出发点对仕途有很大影响。咱们现在反腐倡廉，有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，你问他为啥想当官，如果他的心思就想我获得权利，我搂点钱，那对不起，如果你带着这种不忘初心的心思当官，恐怕你这个仕途也不会顺利，最终你可能要倒霉。所以我们说，当官的出发点太重要了，当个官迷你也要有诸多的谨记才可以。大赦天下为哪般？我们看古装电视剧经常可以看到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这样场景。鲁迅就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《风波》，背景就是溥仪在张巡的支持下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。小说里边有这么个情节，当皇帝做了龙庭了的消息传到绍兴临近小村时，村民七金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可好了，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？你看，虽然他家里既没有在押的亲人，也没有通缉的对象，但是皇帝一登基，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大赦。这是啥呢？就是条件反射。这就说明大赦这件事太频繁了，频繁到一个离政治远的不得了的农村妇女都产生条件反射了。那我们也就明白了，《水浒传》里头这些梁山好汉为什么一有了人命案，往往是选择出去躲风头，然后老老实实等待天下大赦。你比方说宋江坐楼杀西，杀了阎婆惜，要被赐配江州，他父亲宋太公就对他说，你现在到江州去不要做强盗，1年半载等皇恩大赦下来，回来咱们好爷俩团聚。水浒传虽然是小说，但小说都是源于生活。宋太公说等皇恩大赦下来1年半载，其实正好是唐宋大赦天下的平均时间，每隔18个月来一回大赦天下。那如此频繁的大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大赦天下这些事儿。说为什么要大赦，原因有很多，主流的原因有那么3个。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大赦就是为了收买民心。皇上为啥一登基就大赦呢？主要是为了彰显恩德，收服民心，让老百姓感激自己。你看我这皇上是个仁慈的皇帝，你就死心塌地效忠我吧。那么关于这个原因呢，最明白不过的得数苏东坡。说的是宋仁宗嘉佑2年的时候呢，科举考试，主考官是欧阳修，考试的题目呢叫行赏忠厚之治论，其中有一篇考卷写的是深得欧阳修的这个好评，欧阳修越看越喜欢。怎么写的呢？这考卷一开头说传曰就是不知道哪个传就传曰，说当初尧舜禹时期尧做皇帝的时候，当时的法官是高尧，每次呢高尧审问犯人，给犯人判死刑的时候，尧呢都站出来赦免这个犯人，然后高尧不服再判刑，尧呢再赦免，如此3次，造成什么结果呢？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
就天下人呢都害怕高尧呢执法的严厉，但都感激呢尧是个宽厚的好皇帝、好国君。欧阳修一看这文章写的太好了啊，三判三赦啊，这写的好，就把文章定为第一名。但是呢，他有点心虚，说看着文字笔记有点像自个儿徒弟曾巩，就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，怕回头被人说自个儿偏袒徒弟，把自个儿徒弟定为这个状元，就把这文章判为第二。结果判完以后揭开名帖，你一看呢，卷子跟曾巩没关系，这卷子谁的？苏东坡，人上面写着苏轼。虽然有点尴尬呢，这欧阳修啊跟苏轼认识之后，还是问苏轼说：“你这文章写的太好了，可我有点没弄明白。三杀三赦，你前面说传曰，说这哪段历史记载的？哪里典故？”苏东坡乐了，说：“啥传呢？我瞎编的。”哎，这原话叫想当然耳，就我觉得那么事我就那么写了。所以你看，苏东坡自己编出了典故，故事是假的，但道理是真的。皇帝大赦天下为啥呀？就为了让别人说自个儿仁慈，以此来收买民心。当然收买民心呢，光仁慈不够，还得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。所以有人呢拿大赦天下做文章，演了一场特别精彩的政治秀。这个政治秀的导演和主要演员是谁呢？唐太宗李世民。咱们都知道李世民是怎么当上皇帝呢？玄武门兵变，杀兄逼父夺来的皇位，所以他心里总有那么点虚，所以才有门神的典故嘛。他睡觉的时候都得让秦琼、敬得两员大将守在门口给自个儿把门。那么这么心虚李世民呢，为了让老百姓觉得我虽然玄武门兵变，但我也是真命天子啊，我是最真最真的真龙天子。他为了证明这个呢，他就策划了一场戏，说大唐贞观6年的腊月22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这时候呢，刑部的人送上来呀，就是要判死刑的这些囚犯。唐太宗李世民呢，亲自呢，来看这个名单，看这些死刑犯名单呢，李世民就突然哭了，动了恻隐之心，说这些人你说成了死刑犯了，这马上要过年了，都不能跟家人团聚，太可怜了。这么的吧，为了展示我的仁慈，把这些死刑犯全部回家过年啊，就什么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，全部放回家过年。说你们回去呢，给你们大半年时间，把家里该嘱咐的该办的事都办完了，后事你都料理好了，过了年之后赶到秋后再回长安候斩。秋后问斩。咱们说这死刑呢，那《水浒传》里边那些好汉被判个流放从军都想办法越狱，何况死刑呢？能做死刑犯的就算有一两个好人，大部分也都是大恶之，没什么道义可讲。所以呢，死刑犯磕头谢恩都走了，就像一缕缕青烟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。很多老百姓说这皇上太仁慈了，但是有点太心软，怎么能相信这些混蛋呢？可没想到到了第二年秋天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400多名死囚一个都不少的全都回头产。注意啊，一个都不少，都是来履约送死的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李世民这个真龙天子特别有感召力。所以唐太宗李世民龙心大悦，当场就把他们全赦免了。这件事记录在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里边。白居易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德舞赞颂李世民啊，死囚400来归狱，以心感人人心归。其实大伙都知道，现在我们一看是这就是演戏的，跟这些死囚犯做好扣，我一定赦免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回来。所以后人欧阳修就写了一篇文章叫《纵囚论》，揭发李世民演的是一场好戏。你看这戏呀，他演的啊。所以这是大赦天下的第一个原因，收买民心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其实就是讨个吉利。咱们看皇帝生儿子，皇帝祭天啥，往往都要大赦，跟放生差不多，行善积德嘛。好让老天爷觉得我自个儿是个好人，给自己得降点福利。你比方说汉朝时候，汉武帝到了70的高龄，重病缠身，总也不好，他就开始反思。他先是回想自个儿南征北战的一生，哎呀，我杀了多少人呐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恐怕我是得罪上天了。再一想呢，曾经的五谷之乱呢，自个儿误信谗言，冤枉了夫人韦子夫，最后把太子刘据都给逼死了。哎呀，后悔，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死在自个儿手里，这不作孽吗？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缠绵病榻好不了这病啊？就上天惩罚我，那怎么办呢？讨个吉利吧，让上天原谅我，我就大赦天下了。这次大赦天下，没想到
虽然汉武帝自个儿病没好，还真有点好事发生。怎么的呢？在赦免的所有人里边呢，有个4岁的小男孩，他就是汉武帝和韦子夫的曾孙，就是原来太子刘据的孙子，叫刘病已。说怎么起这么奇怪个名字刘病已呢？这个刘病已呢，刚刚出生就遭到巫蛊之乱的迫害，全家人被杀，只有他因为是个婴儿，在襁褓之中勉强躲过一劫。当时的廷尉监丙吉不忍心让这个婴儿自生自灭，就安排2个女囚给他喂奶，还给他取名叫病已，意思他病都好了。那么刘病已出狱之后呢，汉武帝很惊讶，为了表示自己的愧疚呢，原来赦免名单里还有我这么个曾孙，干脆吧，就把刘病已这个曾孙的皇籍给恢复了。后面事儿咱们可能很多熟悉历史朋友都知道，汉武帝死了之后呢，汉昭帝继位，20岁时候也突然病故，接替他的呢是霍光挑的昌邑王刘贺，海昏侯刘贺，做了27天皇帝，让霍光给废了。这个时候，当初救刘病已的丙吉就向权臣霍光谏言，说这刘病已通经术有美才。霍光呢就把他扶持成皇帝，这就历史上著名的汉宣帝刘询。刘询登基之后呢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展现出非常高的政治天分。在他执政期间呢，扫平了西域和匈奴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，收复了大概有170万平方公里土地。大汉呈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版图，多少呢？1200万平方公里，开拓了著名的汉宣帝的中兴之治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汉武帝无意中大赦天下的后果。他自个儿并没好，但是给大汉呢恩赦了一个明君。所以这是第2个大赦天下原因，就讨个吉利。大赦天下最后一个主流原因，那就是大赦天下是情有可原的，是正确的。你比方说汉宣帝刚登基不久，就遇到很多前任留下烂摊子。当时呢有个渤海郡，就是现在河北渤海湾一带，在当时属于蛮荒之地，因为地处偏远呢，百姓得不到教化，各方面就很落后。而且呢因为天灾连年收成不好，百姓为了生存呢，很多人都做了盗贼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治安这么差，汉宣帝呢听人举荐，就让一个大臣叫公随到这地方处理这事儿。公随临行前呢就问汉宣帝，您是想让我用武力镇压这些百姓呢，还是让我安抚他们呢？汉宣帝一听乐了，那当然能安抚得安抚啊，安抚比较好，谁愿意动刀动枪啊？这么的，公宣呢就讨了圣旨，一个大赦令，赦免了渤海百姓的一切罪责。到了渤海之后呢，对渤海百姓耐心教导，对他们进行资助培训。百姓呢在公随的感召下呢，慢慢人心向善，安定下来了。那咱们想，如果公随只是一味的惩罚，那么渤海郡的老百姓怎么可能甘心接受呢？肯定免不了反抗，接下来有可能就一场暴乱。所以大赦天下的第3个原因是什么？情有可原，就应该的。当然了，除了我说这个3个主流原因以外呢，还有这个一些非主流原因。你比方说就是皇上高兴，你像武则天就干过这个事儿。武则天70多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吃什么药，居然呢长出新眉毛来了，把武则天高兴够呛，就改国号叫永世，纪念自己的新眉毛。因为高兴，顺便又大赦天下。那么这种任性的事儿可能也就武则天这样的能干得出来。那么说大赦天下，有刚才我说的诸多的主流原因有什么收买人心呢，又讨个吉利，又情有可原呢，或者说皇上高兴。那么大赦天下究竟是好事坏事呢？其实古代有不少人反对过大赦。头一个反对的呢，就咱们有个成语叫凿壁偷光。凿壁偷光的主人公谁呢？匡衡，他就反对过。他说辅佐的君主当时匡衡辅佐的是汉元帝，这个汉元帝就是大赦天下的铁粉。我春天大赦天下一次，夏天我还来一遍，1年2次大赦情况是经常有。可是这么频繁的大赦，老百姓感念他的仁慈吗？没有，反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今天刚刚大赦出狱的犯人，第2天重新又犯法坐牢了，没事，反正大赦多，我最多再等个半年，我就能等到下一次大赦。甚至踩着这个点犯法的人都大有人在。匡衡就说，皇上像教化子民最根本还要大刀阔斧的改变社会风气，你这么大赦来大赦去的，反而让社会乱套更乱。那第2个反对大赦的谁呢？王安石。他觉得大赦天下这个事儿为政不洁，就是你没有章法。他举这么例子，说一个有钱人呢叫卢助教，
他到这个下边的庄子呀，收租子的时候，遇到一伙恶人，见财起意，把他绑起来给扔到一个大缸里，用杵子给捣成肉泥了。你说多残忍！后来事发之后呢，这几个恶人呢关到监狱，准备问斩。谁知道没过多久就碰着天下大赦了，这几个恶人放出来了，出来就出来呗，还跑到卢家挑衅，笑嘻嘻问卢家人：“那你们那卢竹教怎么不下庄来收租子来呢？”你说这多气人，多恨人！所以王安石觉得大赦天下就容易放纵罪犯，反而会伤害更多的受害者。所以咱们说呀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没有只有正面价值没有负面影响的事，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如何兴利除弊。赦免制度呢，在我国源远流长，现在虽然没有大赦天下了，但特赦还是有的。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，避免它的弊端，这也是现代法治建设和政治操作当中必须考量的问题。